感謝小夥伴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這裡是風行佑。那麼今天呢，也是給大家帶來一份相对來說馬上就要接近遲到了的七轉鬥士的一些攻略吧。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本節目由風行佑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讚也可以，因為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那麼首先呢，很多人問我的就是七轉鬥士它強不強？那麼我可以這麼告訴大家，其實大家都已經玩了1年多了，馬上就1年了吧。策劃設計的思路，其實大家也都摸清楚這種規律了。6轉的鬥士那麼強，那麼到了7轉，很明顯不行的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邊的技能搭配，80%吧，其實都是用的是6轉的老劍套，無論是劍舞啊，還是劍雨啊，還是浴火之拳，都是一直在使用的。然後我也是根據我這個賽季的一些狀況，單獨進行了一些修改。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前幾天發了一個神柱石的一個影片，基本上算是洗壞了吧。所以呢，我是圍繞着這個負面增傷去進行了一點點改動。比如說我帶了一個這個，然後搭配劍舞的話，就可以很快的觸發這個負面增傷的这個增傷，以彌補我現在比較低的這個暴擊傷害。如果你是跟之前一樣常規的輸出鬥士的話，還是以老樣子的輸出為準嗎？帶一個劍翼或者暴擊啊、浴血狂燃啊都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使用以前的老劍套，然後帶上幾個比較超標的7轉技能。那麼說到帶上7轉技能，肯定就想知道就是7轉技能中到底有哪些技能是值得升級的。80%的技能都不好使啊，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之前你可能看過我發的一些短影片，那些都是其實沒有進賽季，確實是不太準。像這個風球，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我的一些短影片，都挺厲害的。但是實際上效果一旦進了賽季就沒有那麼好了。主要原因就是這個風球呢，它是不吃強襲的破甲。就光這一點，基本上就可以跟鬥士的主流技能說拜拜了。目前為止，整一個7轉技能組裡面好用的只有2個技能，第一個是灼焰閃襲，就是大火刀；第二個呢就是星火劍翼。那麼關於這個劍翼的介紹呢，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開局給你2層增傷。你每使用一次戰技，增傷層數減少1個。那麼星火劍翼這個技能的話，它最適合搭配的是風球，因為主要一點就是你在不使用戰技的情況下，你的風球就可以有滿額的增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其他技能，像競技場的話，其實就是用的是老人那一個技能組啊。我帶的是這個，但是呢，其實對於很多玩家來說，帶上浴血狂燃也是可以的。雖然很多人說浴血狂燃是被代替了，被劍翼代替了，但是呢，這2個技能實際上是都可以一起帶的，都是可以一起帶的。那麼我個人會喜歡這個，就看大家自己了。7轉整一個技能組是比較偏向於半肉的，就是格擋鬥。那麼我也是有幸刷到了一個自動保護，也不能說有幸吧，就是肯定是虧了。我是要全輸出的，刷了一個自動保護，但不管怎麼樣，我是根据自動保護去自己搭配了一個推土套，因為自動保護在像羁絆冒險啊，還有主賽季地圖推土還是好使。目前就是這個純吸血破甲，然後浴火之拳的這麼一個組合。然後加上全肉的秘法，效果確實是挺好的。如果大家有玩格擋鬥的玩家的話，可以去試一試，我會比較推薦。然後處決流的話也是有，說實話不推薦。目前7轉的話，所有新的物理技能都是不好使的，
就是大家玩個開心就行了，要自己真的上場用，肯定我是不太建議的。關於其他一些技能的話，當時的話我記得吹的好像挺厲害的，因為它這個滿額的增傷相當於是900%，將近1000%的這麼一個傷害倍率，確實特別高。但是這個技能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很難在別人殘血的時候用得出来。通常殘血的時候，隨便一個技能就給人家秒了。這個技能說實話一點都不好用，我是不推薦任何玩家去使用這個技能的。哪怕你是比如說 PVP 或者聖獸，都是不推薦用這個技能的，因為確實不好使。新版吸血可以用，如果你是玩格擋斗的話，這個技能是真的特別好使。通常你在主線一个这个技能用一次，你就能直接回满血了。但副本的话就算了，副本的话，万恶的平衡之美，直接就给你吸血砍得一塌糊塗。像这个殉食之力，这個算是一個低位版的刷新，因為它實際上不是刷新，只是減少下一回合冷卻。那麼對於輸出職業來講，能現在把傷害全部打滿，就不要等到下一回合。所以為什麼它不好使，應該也很清楚了吧？像暗影前行的話，更不用說了，前行可以說是整個仗劍傳說最爛的一種狀態之一了吧？畢竟大家都有 AOE 傷害，然後呢，甚至前行狀態的你還能被人家的抓手給抓過去，還有水月之絲啊，都是可以抓過去，就是沒事別碰就行了。像 PVP 也是不好使。那麼然後我就稍微推薦一下，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些搭配吧，就是一些剛剛我還沒有展示出來的搭配，比如說風球流。風球流分成兩種，一種就是靠風球給下面的技能增傷，一種就是直接去提升當前風球的傷害。如果你是風球的話，其實可以不帶強脅破甲，尤其是前期，像聖獸啊，玩家的防禦都比較低的時候，確實是不用去帶。因為我是根據我自己的屬性進行了一些額外的搭配，所以這邊的話，如果大家想看一種常規的全輸出推圖套的這種技能搭配的話，我這邊也給大家推薦一下。像我自己打混沌清洗的話，無論是本服的排行榜還是界域的排行榜，我都有看過，確實鬥士的整體輸出都是偏低的，甚至都快低於騎士的輸出了。就大家自己看着辦吧。想要追求強力的職業，可以去轉一下術士或者騎士都可以。這個賽季的騎士確實傷害特別高。關於推圖的話，我這邊我會推薦這個吧。然後比如說帶上這個啊，這些大家自己看着選就行了，或者帶一個這個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帶上劍意的話，就是比如說這樣子，要把劍雨放在最後了，因為劍雨的傷害是比不上浴火之拳和大火刀的。那麼對於鬥士的
伊格尼斯整體養成路線的話，我這邊還是推薦跟當時的宇之国一樣，就是走一個保底的遊戲體驗，然後呢去為下賽季做準備，因為確實體驗不怎麼好。我自己呢也是準備養老了，這個賽季呢我是準備買4到5次，然後呢就慢慢攢，然後看看這個副本就隨便打打吧，能打噩夢就行，煉獄的話也無所謂了。因為我個人覺得，在一個對你這個職業不太友好的賽季去死命的提升遊戲體驗是不值得的。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你覺得應該像以前一樣把遊戲体驗拉到滿呢，還是像我剛剛說的稍微囤一下忍一下，或者就直接轉成其他職業了？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因為我也都是會看的，也是會去回評論的。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了，我們下期再見，拜拜。